如此珍贵，为何给我？我母亲偷走了月姨的身份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偷来的。你既是月姨的亲生女儿，自然有资格看的。此书并非真正的龙王令，而是一种记载龙王令的指南。它记载了上古时期五经的祖先与龙族作战联姻的点滴。至于为何龙族要与五经圣女联姻，还有龙王令的秘密，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。风雨雷电，万物之主，如鱼水中游弋，似鸟天空飞翔，人一样在陆地行走。龙是万兽之兽，万能之兽，万能之神。龙帝是圣地圣主，长界五经、异界妖兽都要对龙帝俯首称臣。五经圣女生而神灵，察微知运。异界妖魔入侵长界人族，圣女身穿战袍金甲，玉带凤冠加身，手持冰封神剑，驾龙族抵御妖魔，英勇霹雳。五经圣女与龙族签订血契，是五经圣女血脉强大的原因。若龙族娶五经圣女血脉女子为妻，生下人族与龙族之子，生命力强大，会不遗余力地保护母体。怀龙嗣最明显的特征是小腹肚脐之下会显现铜钱大小的红色龙纹。姐姐，这上面说龙族龙蛋要怀3年6个月呢，那这生出来的是龙还是人呢？不知道，这上面没有写。少主还不知道小宝宝的事情。混宝，此事万万不可跟任何人说。为什么？姐姐，事实证明你就是他们说的五经圣女，是黎洛抢走了你的一切。你现在又怀有龙宝宝，大家一定相信你的身份，你就可以夺回属于你的一切了。哦，整天跟着飞渊玩，好的不学，遇到事情先蛮干，倒是学了10成10。才没有呢，只是因为黎洛他们，姐姐和少主不能每天在一起，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走神，我看着都着急。傻混宝，我现在日日身处险境，更不能让此事暴露，让龙子成为我的弱点，让他们肆意妄为。是我考虑的不仔细。其实，在我见到母亲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五经圣女。可是人们常常说，五经圣女与龙族联姻，圣地崩开的结界就可以恢复。可是为何我与楚墨商早是心意相通的夫妻，圣地的结界却依然在崩坏？这本书上记载的东西是假的？也许还有其他的含义。我们得去找少城主，商议其中内容。现在我与我娘已经相认，我们得赶紧把我娘带出无尽城，不被黎洛和李月发现。好。凤芷楼，你可真是让我好找。你找我做什么？凤二小姐对我们龙族这么感兴趣，为什么不来问我？看这本破书有什么用？有什么回答能比一条真正的龙回答得更真实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我兄长的妻子，我也不见外了。送你一份见面礼，还请收下。我不要你的东西。楚墨商现在怎么样？对我们龙族来说，最高境界是成为龙帝。每个龙子从出生起，都会为这个目标不懈努力。大哥生来幸运，依仗长子优势成为龙帝继承人。不过好在，现在黎洛拥有五经圣女血脉。
是成为龙帝的必要条件，而你的出现，却让大哥在凤家庄被连累淘汰，真是干得漂亮。你俩虽为兄弟，却一点也不一样。他可不像你这般，自己无能，却怪罪到别人身上。风之龙，你就继续嘴硬吧，反正你离死也不远了。对了，我们龙族身上最不缺的就是龙鳞，你可别辜负我哥的一番心意啊！姐姐，这上面有烧煮的味道，这是烧煮的龙鳞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楚梦莎出事了，我们赶紧回去。混宝，遇到危险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吧？当然保护姐姐。听姐姐的话，拿着这个去找李岩，他可以保护好你，也可以保护好我娘在五京城的安危。姐姐，那你怎么办？姐姐有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能力，但是如果带上你，他们一定会拿你来要挟我。你，还有我娘，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家人。风之楼，姐姐，快走！真是冤家路窄，这一次，你又想逃去哪儿？让开！你吃的教训还不够多吗？没有龙长子在你身边，你算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敢跟我大声叫嚷！我肯定不能算玩意儿，但你肯定不是个东西。今日，就是你在这五京城的死期！你竟然会吸真气！不然，你以为我是凭借什么在这五京城？装腔作势！看你还能抵抗多久！是我的孩子在保护我。你怎么会有火风之火？这世上只有战神体质才配有火风之火。谁说我不是战神体质？小鱼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迎亲大典上，我告诉世人真相，我也会身败名裂。少城主的位置本就不属于我，是我太软弱了。我应该早点制止母亲和李洛，那么你就不会死了。你很好，如果不是你这些年苦撑着五京，在城主和君主的荒淫无度下，五京怕是早已分崩离析。李烨，李烨，混宝，你怎么来了？快救救姐姐！李洛派鬼头陀要杀姐姐，快走啊！连衣服都嫌弃跟你一起死，真是晦气。楚梦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感应到你没有危险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哥哥，
你怎么那么容易就上当了？所以说，好好的为什么要让自己有软肋呢？连龙珠都没有了，还敢违反圣地禁制跑出来，那滋味应该很疼吧？你们到底把他怎么了？我们把他怎么了？他为了见你，消耗了所有龙神之力，他现在就是条废龙。你说是谁把他害成这样的呢？我们快去苍龙阁，我已经没有了龙珠和龙神之力，我们打不过聂荣臻。以鬼头陀的实力，凤指楼不死也应该重伤才对，怎么回事？不用看了，你的手下已经灰飞烟灭了。凤指楼在哪儿？他呀，跟着我大哥当亡命鸳鸯去了。龙长子不是被关押在圣地了吗？我那个大哥，为了救凤指楼，竟然不要命地冲破了圣地禁制，真是可笑。回去告诉圣地，五金圣女说了，如果迎亲大典上龙长子不来，那么哪位龙子来，哪位就是最后的龙帝。期望越大，失望就会越大。我大哥抛弃了你，你现在应该知道选谁了吧？楚墨商和凤指楼还没死，你急什么？放心吧，我会找到他们，我会带着礼物去见你，到时候你可别让我失望。我看就是心疼自己妹妹，舍不得自己少城主的位置。我现在过去把黎洛给咬死，这样的话大家都省心。混宝，你杀了黎洛，就等于杀了五金圣女。就算她是假的，龙帝也绝不会放过你。哪怕解释黎洛和我母亲的事情，他们也只会当成我们在为凤指楼和龙长子开脱责任。五金圣女，五金圣女到底是什么？难道那些异界妖魔真的会害怕黎洛这样自私的蛇蝎啊？是啊，混宝，凤指楼才是真正的五金圣女。那么她与龙族联姻，又代表什么？连龙族和人族都想不明白的问题，你问蛇啊？喂，我是蛇，我咬你一口，你肯定会中毒的。我天生有毒，这可不能怪我。小鱼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赶紧出来救救他！小玉，真的是你吗？小鱼当时有多危险啊！要不是我姐姐医术了得，将小鱼救了回来，以假死的方式安排他逃脱城主和黎洛的掌控，你小子现在会有这般美事儿？姐姐什么都安排好了，不知道她自己怎么样了。他们3日之后怎么回来？你现在没了龙珠，岂不是任人鱼肉？放心，我会尽快向父王讨回龙珠。可是你放弃的，但是龙帝之位，你会不会后悔？我追求的从来不是龙帝之位。我现在
已经有了以往不敢设想的珍贵宝藏。是我疏忽了，我忘了龙族不需要吃人类五谷，而是靠吸收天地灵气。仔细想来，从我们同房开始，你就已经不思饮食了。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心情不好，所以没了食欲。我从龙王令的书上看到，自龙子怀胎，他就会一直吸收我体内的养分，直到出生。楚墨裳，你说我这个样子，会不会只能跟你做3年半的短命夫妻？怀孕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天地灵气我会给你，但是这个圣地印记的空间坚持不了多久，聂荣芷随时可能会摧毁这里，到时我们2个都得死。那怎么办？记住我接下来说的话。那好的，回楚斋，保护好自己和孩子。放心，我会回去找你。商，圣地印记的结界保护不了你多久，没有龙珠的你就是个废物。识相的话，快点出来！我若撕碎圣地印记的空间，你和凤豸楼谁都别想活。我数到3，可就动手了。3。你还真是心机深沉，善于隐忍。第1次你阳毒失败，第2次利用我与楚墨裳之间的羁绊，引他失去龙珠，也要从圣地回到我身边。你还真把自己当长嫂来教训我，连说话的语气都跟我大哥越来越像了。你如此大动干戈，不就是想借这次机会解决掉我？哼，是，你一日不死，我永远是父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至于他，就更留不得了，竟然还怀有我们龙族的血脉。看来真是又多了个麻烦。拿好护心铃，去楚斋，我会去找你。你务必小心，一定要来找我。楚墨裳，我看你是被秦心爱冲昏了头，竟然不要命的拔掉护心铃，你今日死定了！怎么站在外面？你还怀着身孕？走，进屋子里。我特意托人从5星带回的糕点，吃点甜的，心里就不苦了。真甜。自打和你相识以来，你总是不让人省心，处处惹麻烦，脾气又倔，总是得罪人。你也不要怪我父王，他实在是没有法子了。娶了我这样的人，让夫君费心了，让你在家里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为难你了。
好在我能帮你打开慧根，助你午休。娘子聪慧，不喜他人教条，吃了亏长了教训，办事做事也渐渐沉稳。楚墨裳，我知道你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我们和孩子还有未来，对吗？等这件事过去，父王就会明白我为何要娶你。至于孩子，品性随你，我自然是放心的。只是要教他，不要像我这样板正，总归是太累了。楚墨裳，我不喜欢你说的那些话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把聂荣芷已经解决掉了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还在梦里。楚墨裳，你如果没有了龙珠，你就会受制于聂荣芷。他一旦当上了龙帝，他绝对不会允许有你的存在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也是我技不如人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芷楼，我们的责任从来不是成为龙帝龙后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我知道，我们一直都是心意相通的。我在来之前，也跟婚宝说过同样的话。你要守护家人，甚至凤霞庄，但不一定要成为五经圣女。我要守护圣地，也不一定要成为龙帝。我是龙神，万年寿命。我对这世间每一寸土地和生灵都充满情感，守护我所珍视的一切，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。可是我会让你的路变得越来越难走。芷楼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没有你，我不会解阳毒，也不会活下去。但我娶你，不是为了报恩，是责任，是情不知所起，是本能，是天性的吸引。姐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混宝，你现在跟我走，少主和凤芷楼他们出事了。走。抱歉，以后你要一个人走下去了。但是我的护心灵会一直保护你。不要，我不要一个人。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快醒醒！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发生了什么？或者是怎么了？楚墨裳呢？你晕倒在大门口，是我们将你带到此处。凤儿小姐，你手里拿的是少主的护心令。楚墨裳，楚墨裳，你醒醒！只是暂时维系住了少主的性命，但他伤得太重，五脏俱损，已丧失意识。没有龙珠为他恢复，少主很难坚持太久。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，怕是无力回天了。什么无力回天？就是医术不精罢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是龙族圣地的少主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我们没能保护好少主，我们愧对于你，我怎么就是只鸟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少主或许已经预见了自己的下场，提前拔了自己仅有的一片护心灵给你，用幻境阻止你发现真相。万年来，少主背负着圣地龙族的生命，他总是一个人辗转各地治灾斩魔，从未抱怨过。为了防止自己陷入险境，少主将自己的逆鳞化作了圣地印记，里面有他一部分的龙神之力。可现在印记莫名到了你的手上，你也感受到了。每当你陷入险境，少主的神力都会保护你。如果龙珠还在少主体内，也许能帮他慢慢恢复圣势。但龙珠被圣主夺走，要挟少主放弃你，与黎洛成婚。没了逆鳞，没了护心灵，少主又与聂荣芷大战，耗尽了最后一丝神力，神魂溃散。如今，就算龙珠回到少主体内，也很难唤醒他。他只剩下一副躯壳了。你怎么样？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少主如今身负重伤，若是聂荣芷成为龙帝，圣地和长街会怎么样？楚墨生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你给我的圣地印记、玉佩、护心灵是如此的珍贵。原来，他们就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我不管你什么时候消散，我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，我都要把他们慢慢拼起来。我一定要你恢复如初。少主的神魂寄宿在护心灵上，怪不得我刚才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我梦到他好端端的在我的面前，那也不是完全的梦，是他的神魂一直都陪着我。龙族此生只会将护心灵交给最爱的人，因为护心灵下面是龙珠，保护龙珠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。少主将护心灵交给你，是他的选择，他一定觉得你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。我想少主无怨无悔。即便是把护心灵还给少主肉身，没有龙珠护体来恢复龙神之力，他的生依旧是无力回天。龙珠可以救他，你们立刻回圣地。万万不可！少主是宁愿放弃龙珠龙帝之位来到你身边。飞渊、白鹿，我凤翅龙再次请求二位立刻回到圣地，禀报龙帝，楚墨裳之所以要坚持与我在一起，是因为我已怀有龙子。若我只是人族普通女子，3年之后，我将龙子产下，我必定无法活下去。无论他们相信与否，我就是5境圣女的血脉。龙子，这是上天的恩赐，龙族和龙族的联姻都很难再降生龙子。我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慧墨在外边给您做了隐身结界，您如果要出去，请务必小心。你们快去快回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。我们定将龙珠带回。楚墨裳，你说圣地的人会相信我们吗？父王，这一次我真的不想再包容哥哥了。他为了见凤轾楼，不惜闯开你设下的禁制。我本来在长街想劝哥哥回圣地，但没想到他既然联手凤轾楼，用圣地印记将我重伤致死。那少主心在何处呢？应是和凤轾楼在一起。简直是色令智昏！我等原本等着商少主回心转意，等来的却是他，背弃我们。这凤轾楼到底是何许人呢？竟然能挑拨龙族2个龙子决裂，简直是恶毒至极，就是恶魔的化身。商主，
为了避免少主执念于凤轾楼，我们曾到长界见过凤轾楼。凤轾楼只是人族凤家庄的庶出二小姐，在遇到少主前没慧根，不能午休。她与圣帝印记结契，因极阴之体能解阳毒，才和少主有这份姻缘。若论资质和品性的话，虽是长界之人，但确实比黎洛郡主更适合少主成为龙后。圣主，事情并非芷少主所说，芷少主与商少主对决，如今商少主失去龙角，又没有龙珠恢复，现在五脏俱损，所以没能回到圣地。而且少主即便没有龙珠，也要打破禁制前往长界，是因为感应到凤轾楼和他腹中的龙子有危险。什么？白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刚才说凤轾楼腹中有龙子？圣主，千真万确，时隔1000年，你要有龙孙了。商，平日里想着他做的事，看上去无欲无求，突然间开窍了，怎么突然开窍了？哎，长老，快占卜我的龙孙如何？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圣主，人族寻常女子怎么可能轻易怀上龙子？商少主之前所说句句属实啊！黎洛郡主她不是五经圣女，凤轾楼才是。飞渊，莫要混淆视听，人族普通女子也可怀上龙嗣，只不过在出生时，母子都有可能丧命。在龙子出生之前，一切还未可知。圣主，此事商少主性命攸关，求圣帝网开一面，救救商少主和他的龙子啊！属下愿意赌上性命，为少主和凤轾楼求情。圣主，即便你对凤轾楼有诸多不满，但少主和龙子不该滞留在长界。我们随你们去趟长界。无论如何，让商回来，我要听他解释这一切。跟我过来，他们肯定在那边，一定要把人给我抓到！快点，跟着！你们俩走那边。是。走，快！没有。找仔细了。是。没有。这边也没有。没有。搜，务必找到月娘和凤轾楼，以及龙长子的行踪，他们必定逃不远。遵命。我可是900年的妖兽，我亲自做的结界，岂能被你们这群庸人轻易发现？哼！姐姐和少主，你们一定要平安啊！楚木生，我和孩子都很需要你，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。你打算要我记你一辈子吗？我告诉你，绝无可能。你的圣地印记，你的护心铃，你的冰封剑，你所有的一切，如果你死了，我就把它们统统丢掉，我绝对不会留着的。如果飞跃和白鹿带不回你的龙珠，我就在这里。我就在你身边，我就一直陪着你，直到我们孩子降临，我就以身死的方式，我就把这个破印记摘下来还给你。你一定要醒过来，你可是龙神大人，天下苍生还需你庇佑。
芷楼，你现在见到的是我的神魂，护心林里有我的神魂碎片，我才能幻化出来。但是，我也只能陪你片刻。楚墨裳，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把所有珍贵的东西，你都给了我。自我降生以来，我耳边就只有一个声音：作为龙族太子、圣地少主、龙帝继承人，我必须要变得更强大。只有我变得无比强大，我才能守护圣地和长界。这也成了刻在我骨血里的使命。为此，我从来没有抱怨过、抛弃过、质疑过，直到遇见你。说来也可笑，在人们心中高高在上、无所不能的龙神大人，也是一个会被亲人背刺、会被阳毒折磨、会让父亲失望的可怜虫。但也正是这些软弱痛苦的时刻，让我感受到我真实的活着。谢谢你，芷楼，是你让我知道我可以守护天下，但唯独守护不了自己。我一点都不后悔，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护你安危，带上孩子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如果我们两个只能活下来一个，我希望是你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护心林留给了你。这样看自己，还真是有点奇怪。就算只有一丝希望，我也不会放弃。想点开心的事情吧。我计划着把一切事情都解决完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回到凤家庄。如果你想把孩子带回圣地，你不要对他太过严厉。我还是希望他能像你一样，在凤家庄自由野蛮的生长。比起龙子，我更希望是龙女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在圣地让他开出不一样的花。楚墨裳，你说龙死以后会变成什么？龙死了以后，一切都会反璞天地。人族的生命短暂，到最后是黄土一跑。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会在很近很近的地方再次相遇。你说呢？自知斟酌心间门，如今好吗？一别后12年，只剩下牵挂。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手法，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。小玉医术师承储医馆，可以配得上司药局长室的位置。我记得五京城有此技艺的，也就只有储医馆了。他是个老顽固，只说要把他的医术传给他认可的弟子。他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我想芷楼了，我
想这样每天抱着他。下次见面，你就可以这样抱着他了。小鱼，时辰快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最近一直没有听到芷楼来，你们告诉我，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？月影，芷楼与龙长子情投意合，但因我妹妹黎落与他有婚约在前，龙长子为了跟芷楼在一起，放弃了龙神之力和龙珠，最近又惨遭暗害，现在我们也在等他们回来。你们知道黎落为何能成为五境圣女了？我和芷楼就是五境圣女的后代，凤家庄是五境圣女的故乡。奈何你母亲从中万般谋算，芷楼与龙族少主能在凤家庄结缘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他们是天作之合。对不起，月影。不怪你，月影没事。芷楼与龙族少主之间，万般皆是命数，所有的考验都是必将经历的劫难，只有渡劫，才能重获新生。上古龙神和五境圣女，才能庇佑他们。以前我是被母亲的身份迷了心，瞎了眼。我怎么可能会有黎落那样的女儿？给小鱼添麻烦了。小鱼，你愿意照顾我，我心里十分感动。虽然我看不清你，但我能感受到你一直在我身边。谢谢你，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